们就一路到黑布里山。我讲的黑布里山上界有名的，就是呢，伊要坐遐7种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咱即马就来体验看卖咯。本日は関電トンネルトロリーバス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10時30分発黒部ダム行きです。黒部ダム前の所要時間およそ15分ほどとなります。本日大変混雑しております。お立ちのお客様は15分ほどご協力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なおソロリーバスが走行中やむを得ず急ハンドル急ブレーキ等をかける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咁四，四我唔暗頭呢，因為暗頭呢，我想我暗頭咧。啊，想日頭啲款係咪？特別嚟啦，而且新加坡嗰啲領導。立山黑布立山，阿尔卑斯山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拢会使黑布水库不但是立山黑布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日本代表的水库之一。这个景点呢，完全不输给它的雪墙。来到黑布水坝，在你看这个水坝的时候呢，其实看的更多、更强烈的是什么？更强烈的是。当地的当时在制作、在建造这个水坝的人的他的伟大。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之间的观光放水呢，更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前来。每一年的黑布立山的开山之后，雪墙大家一定沿路一定会经过这个黑布水坝，来去看这个震撼的黑布水坝。这个黑布水坝呢，看的有时候呢是人呢，看的不一定是景。我为什么说它有时候看的是人呢？这个地方如何打造起来？关西电力公司一手打造起来的黑布水坝，其实正式名称叫做黑布第4发电所，于1963年完工，也是日本海拔上悬上大的水坝。当年度动员了1000万人次，等于是台湾有一半的人拢当黑布水坝里做工课耗资了500多亿日元总共盖了7年才盖好。这当中呢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所以像这一种人造的水坝，这一种呢这么大规模的水坝，其实呢它都是血汗血泪所打造出来的史诗工程啊。所以呢，我当下在看这个物件的时候，不能只看它的表面。要看到它的内在去，看到内在去，你才能想到永远的将来的要打造这样子的水坝。所以我说呢，来到这边看的有时候是看这个水坝后面真正深层的一个用意。当年建造这座水坝，日本正值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用电而建造的关西水坝。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呢，爱用电，所以呢，跟关东电力公司呢一律采用核能发电，无共。关西电力公司呢选择用自然的资源做成发电主要的动力，所以它锁定了当时这里水量丰沛、高低落差的黑部峡谷进行水力发电。在黑部水坝工程进行当中呢，遇到了非常多的艰难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啦在这个日本地区山势最为陡峭的山岳地带，冬天的时阵，才真侪道路落雪袂通，免个讲内底个内底这个深山拉来这个关山的雪，当运送要卡来顶管建造水坝，要运你的物资甲你的器材起来的时阵呢，这黑部水坝这附近的山，到冬天是封山呢所以你就知影工程的进度进行呢，就真困难了，对不对尤其是当如此恶劣的环境底下开挖隧道期间还遇到当年雪山隧道一样的相同情况，就是这里呢拥有所谓的破碎带，破碎带就代表了你在挖掘、你在开挖、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这一块地是不能够建造的。这些破碎带呢，当时呢涌出了大量的冰水，让进行施工的人员呢伤亡无数，人员器材的耗损，加上当时的环境的恶劣，你就可以想象到它工程的艰辛了。因此，黑部水坝浩大的工程的故事呢，一直到日本人的心目中呢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呢，大家对于黑部水坝是油然而生的尊敬。所以在日本，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对很多伟大的工程是尊敬的，是不会去破坏的，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的。这种民族性是非常可尊敬的，总是看到日本人用缅怀的心情在欣赏、在赞叹的这个水坝，对于这个水坝带给他们后代子孙无穷的福音，他们心存感激。台湾我们做得到吗？做不到，也要试着去做得到。因为人如果有感恩的心，如果人有满足的心，这世界上就会更美好。斤斤计较的人也就越来越少。黑部水坝每一年可以生产约10亿万瓦的发电量，提供100万个家庭一整年的用电。无论人力物力，在当时在建造水坝的时候，都是空前的震撼的建筑。关西电力公司为了这个水坝，可以说是赌上了全公司的前途。这就是黑部水坝。现在从黑部水坝，我们继续前往。继续坐交通工具看下一个景点。这是我们上山所看到的景象，登山索道、电缆车。这电车就来啊！哇，这个镜头啊，几乎在所有的立山的片子，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身影啊！来，车子缓缓而下，有没有看到？缓缓而下。黑部立山在每一年，几乎我们在雪墙开墙的第2周到第3周，我们会进来到这里面呢。为何是第2周或第3周呢？因为在第2周或第3周来的时候呢，伊较袂伤客这有的人常常讲。出国旅游的时阵呢，足惊人客人有的人足惊坐远途的车，有的人足惊坐远途的飞机，所以呢，常常就会使听到无同款的声音有的人会感觉讲坐车伤长伤忝但是要来这个国家，其实要小可了解坐车
久长呢，这是一定的。有个人讲啊，你坐车久长，我就买哦。我讲白哦，除了像香港啦、新加坡啦哦，坐车较袂久长以外哦，大部分国外吼，咱台湾算是真细哦。凊彩一个国家，大部分拢是比咱台湾搁较大，而且有的景点呢真神秘，有的景点呢真郊区，有的景点呢，伊坐起来呢，就是爱遐长的时间哦。所以你讲吼，有当时你要讲哦，真特殊啦吼，你要甲讲吼讲路途较近的吼，真困难哦。来，我们到了黑布坪啊，交通工具绝对是黑布利山最重要的一个观光行程之一啊。被夹在东西立山连峰及后立山连峰的黑布坪呢，它连绵的山景啊，是在黑布利山这一趟旅程当中，另外一个奇妙奇特的景色啊。那从这上面直接可以看到黑布坪到大关峰之间平坦辽阔的田野啊。在各个季节，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来可以看得到雪跟山景啊是同时拥有的啊。那在秋天来的时候呢，它可以看成山色的景色啊。但是立山黑布是这样啊，它秋景跟冬景啊，冬景雪墙景还来得比较好抓啊，因为这个雪墙景色呢，伊时间呢较长。那立山黑布拥有日本屋脊、日本阿尔卑斯山之称，是日本上界有名的山岳观光。甲日本的富士山、甲日本的北山，同时阵拢叫做日本的三大神山哦，神山哦。在这里。因为当时的开凿了这一个黑布利山的它的水坝，当然了，也因为它的水坝的关系呢，它创造出非常多特殊的交通工具。原则上，我们把它称为叫做6种交通工具哦，你要称为7种也可以哦。自富山地方铁道的立山车站到长野县的善泽。全长大概86公里的山岳道路，你要这6种的交通工具，包括的登山铁道缆车、高原的巴士、无轨的隧道电车、空中的缆车、地下的电车、无轨道的电车等等哦。Endo 兄，交通工具就先让你感受到这个山的不同哦。来到一个山要换那么多种交通工具，代表这个山的山路啊，它变化多端。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它必须要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才能够让你上山。所以在立山黑布在游览的时候呢，交通工具的搭乘，嘛是立山黑布当中上介重要的一个行程啊。日本人称黑布立山为立山黑布，台湾习惯把它叫做黑布立山。不管是立山黑布、黑布立山，每一次在游览到这个景点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讲啊。日本人叫立山黑布。我们把它叫做黑布立山，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把它口语化。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开始呢，台湾的旅行社呢就把它用比较口语化的名称去命名它。黑布指的是黑布峡谷跟黑布湖，立山指的是立山的连峰。其实这2个地方是完全分开来的，把它联合在一起。在日本富士山县富山县不是富士山，富山县。这个地方那我们沿路会经过美女坪、弥陀园、天狗坪、大关峰等等然后还在黑布坪这个地方呢用上一餐，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从这个黑布登山缆车上来呢，我们会再走立山的架空索道，再走大关峰等等哦。我们这一趟由这个善泽或者是由另外一边正走或倒走可以从善泽出发，立山站下车，也可以从立山车站上车，然后从善泽下车。空中吊索缆车前面刚刚也有稍微提了一下来哟特别的这个精彩的美丽的景色呢，当你坐上空中吊索缆车，其实你就可以稍微的感受到了前面这一个连绵的山峰就是立山这说也奇怪这么美的景色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为何在这10几年来才开发起来？怪了，20年前台湾怎么好像对这个地方没有特别的大肆炒作？其实应该换一个立场来去说在我唔知大家各会记无，25年前到30年前，其实日本的费用团费是非常的贵的以前的东西，当然台湾你若是算日本的老手应该都知道，以前在台湾的飞机只能够飞羽田机场因为当时呢，这在台湾跟中国这个两方在争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很多的中国当然当时他不太愿意台湾以他自己独立国家的名称停在像这一个日本的羽田机场所以就很麻烦了。当时台湾的飞机呢，一定要停到羽田机场去一直到后来的长荣航空公司因为它没有悬挂的国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最早以前中华航空公司的机尾是挂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一直到长荣，一直到后来时代慢慢的演变，变成了台湾已经可以停在羽田，也可以停在成田了羽田离东京市区很近，成田离东京市区比较远一点那第一个飞机航班的增加，那是一个很大的主因。再来，日本汇率的贬值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来，最后就是台湾人慢慢的知道了，旅游是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出国旅游变成了一种全民运动。很多从老到小都一定会去从事的一个活动，因为人潮，因为人数
因为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市场，所以慢慢的日本就越来越多人来去做这块市场。而因为日本它在于整体的环境的规划跟包装做得非常的好，它的人文素质，所以呢，这个台湾人呢，对日本呢，可能100个、200个、300个哦，变成过6万人，愈来愈多人啊。所以呢，集体的量再加上各式各样经济的因素，日本的团费往下降了啊，往下降了。但相对之下呢，当然了，如果你要住到很高档的饭店呢，你的整个日本的团费还是会非常高的往上飙升哦。所以这也是这几年来日本呢慢慢变成了一种非常多的人来旅游的一个情况哦。我相信在N 年前呢，其实真正来日本的人不多，而且来到像黑部立山或立山黑部这个地方呢，大致上在团费拢7万几块真的啦，以前你有来过的人你都应该拢知影足贵的非常非常的贵但是因为各式各样的条件聚集在一起，符合了这个要素，使得日本的整体团费呢，还有包含汇率的关系，包含航班增多的关系，它往下跌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呢变成了能够呢这么频繁的这么方便的来到日本。而相对之下，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呢，旅游的概念非常的提升了提升的越来越高了不太会以自我的观念再去做旅游跟以前刚开始出来旅游的方式呢不太一样了那当然，我就说过了，在台湾在自我意识这一块区域呢，还没有办法改善有时候还是不太懂得入乡随俗入境随俗常常还是会看到一个东西，会用一种这为什么不行啊？这样做就好啦，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支配你在旅游当中的每一件事物当旅游的事物没有办法让你支配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感觉到不愉快这我觉得是在每一个旅游者应该要再去进修、再去加强的地方因为毕竟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照你的意思走的。本日は立山トンネルトロリーバスにご乗車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トロリーバスはここ大観望駅から立山連峰の主峰小山のちょうど真下を走って室堂駅までおよそ10分で参ります。早速のお願いで恐れ入りますが、火災防止と環境保全のため車内でのおタバコはお遠慮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皆様、この立山トンネルの建設は昭和40年11月から大観峰の室堂の両側から復活工事が行われました。途中1分間に44トンの湧き水が流れ出る大きな立山ダンプが破砕帯にぶつかり、トンネルの水拭きや立山トンネルトロリーバスが出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ちょうどこの辺りが立山連峰の主峰小山の真下にあたります。皆様の頭上700メートルに標高3003メートルの小山が
線をついてそびえ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また、この地点は昭和44年12月15日、大観峰と室堂側から掘り続けた立山トンネルの記念すべき貫通点であります。皆様、簡単に室堂ターミナルを中心とした観光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室堂ターミナルから1分余りのところに三国街池と緑街池が水のような緑色をたたえて静かに立山三山を見ています。三国街池からさらに足を伸ば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と、地獄谷、演歌隊などへの散策が楽しめます。詳しくは到着の室堂ターミナルにある走行案内所にお気軽にお尋ねください。ここ无论如何，你要称它雪墙也可以；无论如何，你要称它雪碧也可以啊。不管是雪墙还是雪碧呢，反正呢都会让你兴奋呐、啊。来，走出来了，看到了吗？骊山的雪墙啊，阿尔卑斯山之路。骊山市堂是日本国立山岳公园，标高2450公尺啊。看雪墙的地方也叫做市堂。我们在这里呢，每一年的高度都不一样啊。最高的时期呢，听说50公尺哦。那创新高了17、18啊，很正常哦。每一年都一样哦，一片雪白白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走在路上，随便不小心擦撞到旁人，也许说一句台语拍谁哦，他会跟你讲不要紧啊，因为这个所在每一当开山的前2个月，我跟你讲，台湾人呢，不是讲作济，不是讲作济，是占一半啊，占一半以上，拢台湾人啊。水无，袂歹啦，真水啦，爱来啦，有机会啦，来过一道过来一道，方便啦，无介远啦，对无？台湾真诶每一档爱开放啊，即马愈来愈歹订房啊，差不多你若每一档4月份啊开山你有当时1月份订拢阁袂回差不多年底12月份大家开始订这个黑布里山的酷暑啊这大自然的奇景啊，
永远让你呢无法去了解，哇，这个雪怎么下得这么大在这个亚洲区块有这样子的纬度下的雪这深度呢有时候超过非常多旅游路线会下雪的地方那难怪你看，尤其是这个巴士开在雪墙旁边呢，哇，其实真特别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雪墙其实不只有立山黑部有，真的其实在日本有非常多的地方，在冬季就快结束的时候，都会拥有这种景色。只是第一，它没有做6、7种交通工具上山；第二，它呢也许没有像立山黑部的雪墙来得这么高、这么雄伟。就像我们画面看到右边跟左边，但也有左边的景色甚至左边一半的景色。所以其实在日本很多地方在冬季，因为地理环境，还有呢有一些地方它很容易囤积什么下雪的云过来这边下雪，所以他们日本有加在所在在冬季的时候呢会降下纷飞的大雪，这些大雪呢就会形成这一幕一幕最具景观特色的这种雪墙景观所以呢来到家呢绝对会让你很震撼。在4月底到5月间才有机会看得到，每年4月下旬开山的时候，在雪地当中辟出一条赤道，就像摩西分开红海的壮阔景观一样这个20米高，最高18、19、20都有了它长达连绵数公里立山雪封的时间呢大概4个多月但基本上咱行这个所在，他们当天的时间基本上它是封起来了，不爱行为了方便两地通车呢，所以它在春天的时候呢，立山黑部的观光铁道就会利用除雪的除雪车铲出一条车道因为在这个道路两旁留下雪墙，雪墙有时候呢超过20米的都有。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有无缘无故这个雪墙？其实最原始的地方是因为下雪下太深厚了，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他们还是得在这两地之中做交通所以他们的公务局呢，才用铲雪车开出了这一条路铲雪车开出的阿尔卑斯之路，原本是让车辆通行的，特别是让立山天狗平至四堂之间的道路，让他们行走而产生的这一条雪之大谷。那慢慢的，当然演变成旅行社啦来到这边呢，惊为天人呢，竟然就极力的一直鼓吹，希望日本跟我们联手一起打造一条全新的观光路线。而在20年前呢，它就正式包装完毕，在台销售，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时到今日，今天台湾每一个人几乎呢到4月份的时候，拢想要来到立山黑部行行，无来过嘛，听人讲过。讲你要去一抓看嘛，这个吹就代表迄个时阵伊有偌悬要惊死这真正有够悬的而且每一当4月份的时阵呢，雪之大谷还会有践行活动，作为游客呢，得在行李当中带来一丝丝的暖意跟雪墙的震撼，还有带来一丝丝春天的气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从平地赏樱一路飙到立山雪之大谷上面来。被立山连锁环绕的黑部峡谷是日本最大的峡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立山连峰黑部峡谷，就简称叫做立山黑部咯。这里的气候多雨多雪，所以才会有什么？才会有黑部水坝嘛，对不对没有雨盖水坝做什么？大自然保存良好的状态，几乎呈现原始，而且黑部水落差很大。新建水力发电最佳之处，在1956年，关西电力广泛运用科学知识，历时7年把它盖起来的黑部水坝。头前咱一定看到咱行到后边来来看嘛黑部立山，因为新建水坝所残留下来所做的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甚至呢挖掘出来的立山雪墙，棒棒！再次在春天来立山雪墙。还登
登山客会当互伊山顶啊啦，困一暝啦。因为登山起来的人大部分拢要来看日出啦，吼，乌石已经住迄个所在，就是最高峰3015公尺。咱拄则棚工底小闪写是毋写立山直下，就是拄好上界悬的下骹伫遐小闪车，吼，热天来的时阵，遮都拢无势啊。怎么行走都不厌倦，怎么行走都是震撼。雪就是这样啊，怎么看呢，都让人家想说哇，此等景色呢，包台湾厝偌好的说就是安尼有的人讲看久就无意思啊其实没啦这种白色的洁净透亮感非常的棒自古以来就作为山岳信仰的名山立山立山也是一个当日本对古早以前的老人家有名的一个修行名山这个所在嘛，温泉硫磺味也是在这里闻得到这里也有寸草不生的地狱谷，立山最大的火山湖在这上面也看得到，夏季也不化雪的溪谷在这里也看得到，从春天的新绿雪墙一直到秋天的红叶，哇！只有一个地方啦就哪个地方就是这个雪墙在冬天想来看它下雪是办不到的它有开放的地方呢，仅限某个地方，大部分山上呢都是红山开来一年当中来欣赏四季景观的登山者呢络绎不绝这个所在，尤其是在世塘这个地方它就是雪之大谷的地方那这也就是黑部立山最迷人的地方，而体验的立山电动缆车，还有搭乘高原公共汽车，拢是绝对呢，他们的环保，他们的做法令人叹为观止。